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的第15个视频。今天接着第14个视频，继续和大家讲一讲我的长辈们的故事。第14个视频主要说的是我妈妈家族的故事，这次再说说我爸爸家族的故事。我能听到的历史，最早是在清朝末年，在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县。冯家是双阳县的首富，那个时候冯家在双阳开创了金银首饰店。听我四叔说，在那个晚清的时代，金融首饰行业就相当于现在的金融行业，是非常赚钱的行业。而且当时冯家买下了双阳县的主干街道的所有店铺。我的高祖父冯进贤就是当时双阳县的首富。冯进贤的儿子冯玉山，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不知道是被人陷害的原因，还是他本身就是纨绔子弟，他开始吸起了鸦片，最后偌大的家产被他败得一干二净。到他晚年的时候，冯家几乎没有几处家产了。不过这也不全是坏事，因为在1966年以后，家里有钱的人反而会遭到杀身之祸。冯进贤经常打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爷爷冯家臣。我爷爷受不了经常被他爸打，索性翻墙逃出了家，参加了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来被任命为侦察科科长。正好由于冯家没有什么家产，同样在1966年的时候没有遭到什么打击，而且冯家还被定义成了贫农阶级。贫农阶级是一个非常好的阶级，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被分成5个阶级，由下至上分别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贫农和雇农是上层阶级。对比今天的话，贫农相当于大学毕业，雇农相当于博士毕业吧。我爷爷由于阶级好，而且他很会写文章，因为那个时候部队很重视宣传，所以他在部队里连连晋升，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比较大的官儿。具体是什么级别的官儿我也不知道，从这张照片上看，他有警卫员保护他，应该级别不低。新中国成立之后，军人要离开部队走入社会，这时候冯家臣面临着一个选择，一个是去外贸部门工作，一个是去海关部门工作。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成立，海关这个东西在当时还是一个陌生的行业，国外琳琅满目的商品都是当时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多部队上的人都选择了外贸。我爷爷的为人非常正直，最不喜欢和别人争抢，而且还喜欢把好的东西让给别人，所以他就选择了当时没有人去的海关。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没过几年外贸的部门取消了，相反海关越来越体现出了重要性。由于加入的时间比较早，我爷爷成为了长春海关的重要领导。听我四叔说，当年长春的海关是借用长春自来水厂的一个角落房间来作为办公室办公的，当时招的临时工现在都成科场了。我四叔说当时他也有机会加入长春海关，我说你要是加入，现在都能成关长了吧？他说他当时要是加入，现在就在监狱里了。我奶奶的名字叫安玉梅，自从和我爷爷结婚后，我爷爷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安平。我奶奶是旗人，满族姓是乌拉那拉，慈禧太后姓耶赫那拉，估计应该是有一层亲戚关系。我四叔说他的姥姥是大脚，他的奶奶是小脚，因为我爷爷这边是汉族人，我奶奶这边是满族人。我奶奶小的时候，双阳县属于满洲国，满洲国是当时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我奶奶会说一点日语，她说是她小的时候在学校学的。她说她小的时候遇到的日本人都非常好，每个日本人对中国人也都非常友好。过年过节的时候，一些有钱的日本人还给他们发好吃的。在满洲国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
与在山海关内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果然是截然相反。我奶奶在她3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膀胱癌，膀胱被切除了，不能憋尿，所以一直得带尿布。我记忆里的我奶奶时时刻刻都带着尿布，家里的浴池里不泡澡的时候总是泡着很多尿布。由于我奶奶去哪儿都得带着尿布，所以她一生也没出过远门。我奶奶后来信佛了，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还在和我三婶谈论当天电视剧里的节目。没想到就在这天夜里，她就走了。走的时候，我奶奶已经80多岁了，也算是喜丧吧。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爷爷被下放到吉林市的5期干部学校学习，同时他带上了已经成年的我爸、我二叔和我三叔。我爸被安排到了粮库工作，我二叔被安排到了电厂工作，我三叔被安排到了兵工厂工作。那个时候的工作是国家统一安排的。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我爷爷回到了长春，但是我爸、我二叔、我三叔已经有了工作，就一直留在吉林市了。我二叔的电厂建设完了，需要去下一个地方再建设电厂，所以我二叔又离开了吉林市，定居到了浑江，现在改名叫白山市了。浑江离长春太远了，当时的中国交通也不是很发达，我这一辈子见过我二叔的次数不超过5次。我是隔2年去一次长春，每次去长春的时候，我爷爷都给我做好多菜。我爷爷的脾气非常不好，可能因为我是第一个孙子，我爷爷非常喜欢我。我爷爷的房间只有我一个人能进去，家里其他人都不能进。我妈说我三叔的孩子是在长春出生的，那个时候我爷爷天天亲自去医院送饭。出生当天，我爷爷听说是个女孩，他非常失望，饭本来已经都做好了，他都没去送，而是让别人去送的。我三叔也非常喜欢男孩，后来我三叔一直用儿子称呼他的女儿。我爷爷的爸爸经常打他，导致我爷爷翻出家里的院子参军去了。我爷爷也经常打我爸，有一次我爷爷打我爸，我爸从2楼的家里跳了出来。我爸也经常打我，有一次一脚把我从屋子里踢到屋外去了。不知道以后我会不会打我的孩子。我爷爷脾气特别不好，经常生气，所以他的房间里一直有速效救心丸。我小的时候还以为这是个小葫芦呢，现在我爸也得随身带着这个东西，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也一样。我爷爷老了以后性格非常孤僻，所以他的房间一直只有我一个人能进。我爸也很孤僻，基本没什么朋友，也不喜欢别人来我家，所以我家里基本上没有人来，连亲戚都很少来。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也是这样。我爷爷很会生活，在家里种了很多盆景，而且他很会做饭。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他给我做粉皮吃。我爷爷还很喜欢写文章，他的笔名是朱孝泰，他用这个笔名在报纸上发过很多文章。他把发在报纸上的文章都剪下来保存起来了，等我下次回国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拍成视频，链接我就放在这里。好了，今天的回忆就先到这儿吧。其实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用短短几分钟就能说完，但是老一辈人给我们留下的信息实在太少了。我要是再不把这些事情传下去的话，恐怕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知道了。我爷爷的亲妹妹冯家琴，我只知道她在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在大连的海军上尉，名字是翟云禄，其他的信息就都不知道了。冯家琴是我爷爷冯家臣唯一的同胞妹妹，自从我奶奶去世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联系到他们了，可能他们也都去世了吧。同样的道理，我自己的故事也一样，如果我自己不记录的话，世界上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也是我做这个频道的最初的目的，记录我自己的故事，让我的孩子们在长大以后能够了解到他们的父辈们作为第一代移民所发生的故事。
今天就到这里吧，咱们下次再见。